这个效果器都是手动的。今天讲人生40。哎呦我的娘嘞！你这很多愁善感啊，这个啊，几句话你听听看啊。一个叫与其做好人，我宁愿做一个完整的人。第二句话，每个人都有2次生命，第一次是活给别人看的，第二次是活给自己。最重要的第3句话，他说人生在40岁才开始，在此之前都只是调研。调研就是一个研究吧，一个怎么讲调研 ？investigating research research，你知道谁讲的吗？不知道。荣格，心理学家，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我后来当然去了解了一下了，他未必直接讲过这些漂亮的话，因为很多话都是被引用来引用去，但他确实有讲过说人生的生命的前半段是为了发展自我，而后半段是探索灵魂。因为他觉得你的前半段呢都是去追求外在的成功、事业、金钱、婚姻包括家庭这一些，而后半段呢你开始有一个转折，这个转折的重要点就发生在人生40。那这个之后你去实现一种叫客体化的过程，探索真正的生命属于自己的东西，对无意识的部分进行融合等等等等，有很多大词，但是你大概知道它是讲由外及内嘛，去探索整个过程和自我。这就是让我很感触因为你看最近不就9月了吗，对吧？41岁啦，41岁了就感觉哎呀我真的40了。去年40是刚到大马，你的感觉就是我40了吗？还开玩笑说我奔5了快50岁，41了就感觉真的that's true 所以你这刚引述三句话，就基本上你是卡着人家那种伟大的这个前人说过的这个话，你卡着这个点正好将迈入我不知道你的40岁有一些什么感触吗？就是 couldn't be any better 当然我觉得再过明年可能是觉得现在已经是这个想象力受限了，反正我觉得活得很轻松。今天很巧合，突然之间收到一个朋友，以前的好朋友，既是职场上的好朋友，是生活中的好朋友的给我的这个问候。他说觉得我来马来西亚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完全就变掉了。他怎么感知到你的状态会有变化呢？他先是问我怎么你不发朋友圈了然后因为我还是在写我的公众号，偶尔会去说一下我自己的近况那最近你也知道巨变嘛突然之间搞餐饮了然后他说他就一直在关注着我那我告诉他不发朋友圈是我今年立的一个大志，我既不看朋友圈也不发朋友圈，我是想刻意的和我原先的生活社交圈保持一个距离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现在自己的生活也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总之我们交流一下近况之后，他就告诉我说他说你看一看你从上海的风控走出来到了大马，你的人生越走越宽。对的，哇，他讲的好好说明他很了解你。我们都认识徐老师嘛，教我弹琵琶的那真的是我们本来就跟他很有心灵感应的人。是的我到40也有这种我很庆幸就是在40岁的时候觉醒，就好像人家一直讲的，你在 Matrix 里面有人给了 Neo这2颗药丸，红药丸和蓝药丸，我们坚决的就选择了下去这反而面对40岁的恐惧要小于30到40岁那个10年前的这种恐惧感。那个前面是感觉对生命有更多的意识，40岁照理说年龄会更大了，当然生命敲响的警钟是更响的，但反而好像由恐惧慢慢转化为一种自信会变得更多。我觉得我脱离了我爸我脱离了我爸我妈之后，我感觉到就是我原来不是一个失败者吧，就是在大马这样摸索，就是这个横冲直撞然后犯了错，然后这个辞了职，然后抑郁症又去年那个时候是非常严重的这个程度好像没有像他们说的滑向了深渊。我觉得他们对我的诅咒真的过重了，生活不能承受这些重我离开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视线距离范围之后，我觉得好像焕发新生吧。那也说明或多或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种坑吧，就看你是愿意滑下去还是说去爬一爬，对吧？像我在去年辞职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感受，我跟朋友分享我说
当你真正跳脱出来的时候，你才发现原先推着你前进的生活，比方说你每周一到周五都非常非常勤力的工作，周末才开始有一点时间陪伴家人。比如说在职场当中，你怎么样跟同事啊、老板啊周旋，怎么样应付工作，它有点感觉像什么？就像我们马戏团看的那个节目，一个巨大的铁球。你是在里边去推动的这个铁球，就感觉你只能向前走，而且你其实突破不了自己的魔障或者这种屏障。当你在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哎，怎么别人都在推铁球呢？他就没想过出来就可以做另外一种事情，完全有另外一个观感和视角。我就有这种感受，所以40岁做了很勇敢的决定吧，应该说也是很大胆的，而且重新去建立，通过外部的联系的建立来重新探索自我，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更加激动人心的一种冒险的旅程啊。对啊，你刚刚说到铁球的话，其实你仔细想一想，你这不就是获得了你对自己的一些掌控感嘛？一个是自己的人生，第二个是自己的时间，第三个是你想怎么过，你想怎么用时间过你的人生。这个是以前在我们原先那个轨道当中你很少感受到的，对吧？对的，好像会变得，同时呢，我为什么讲要更加自信？就30到40岁是一种定见逐渐形成的过程。在30岁之前，虽然你的精力满满，虽然你活力啊满满，但是你感觉到自己是没有定见的。别人问，你的想法、你的见解是什么？你可能能说出来，但是不敢那么确认，总觉得是这样吗？我讲的大概率是错的。那30岁的时候就开始慢慢形成一点自己的想法。等到40岁，我觉得40不惑嘛。对，真的就是叫40不惑，就是你会感到，我这个想法，不管别人有可能会推翻你啊，或者周边的人不同意你，但你还是会很坚定的去做。这不就不在乎别人的这个视线了吗？就是我干嘛要给你？就像我关闭朋友圈，我不发朋友圈，我干嘛要给你评价呀？我就是没事偷着乐。对，而且这种自信和坚定呢，又不是那么的固执，就是说我完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对，我因为别人的意见还会很不开心，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挺美好的一个状态。是挺美好的状态。你知道就我们上一次回那个国内嘛，家里面也是一个长辈，他跟我说，他说你的选择我不评论，但是我想说我的孩子绝对不会像你这样子，他要做这么大的一个到别的国家去生活，他一定是要得到我批准的。在你在发表你的想法之前，我想发表一下我的想法。如果他这样说的话，我会 respond， 我就会觉得原来你的孩子还需要你的 comment， 我觉得他好悲哀。他孩子跟我只相差4天，我们是同龄人是吧？对啊。你是怎样 respond？ 我就说，我当然比较不想伤害他，我就跟他说，那你真实想法是怎样？我说我跟他说，我从小都没听我爸妈去安排一些这个事情，我干嘛现在还要再听他安排呢？我听我爸妈所有给我摆布的人生的每一步，我如果做下来的话，我就不会有今天的我。我是这么跟他说的。那你真实想法会有些什么样的？真实想法就是所以你的孩子长成了妈宝男吗？对啊，你看他的孩子现在在家里面的婚姻是不和的，跟亲子关系也很紧张，工作上面也是非常的令人担忧，因为被父母这个渗透和管理，他的所有一切，他的孩子所有的一切全是他安排，全是他批准的，他批准完了，生活就是过成了像他还不如他的生活。对，我觉得在我讲的这种自信不固执背后，到了40，我突然发现，就是你的勇气吧，或者说你更想为自己而活嘛，就该拉黑的人就把他拉黑该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比较坚定的告诉别人我不想去做，这不是我要的。因为我是一个更加倾向于扮演一种老好人或者更加 nice 的人，会容易随着别人嘛。对，那我最近发现，我就想讨好型，你为什么要来干涉我的人生？这种我的性格没有变，但是因为这种事情对我产生的不安感就变得更强了，我也更想顺从自己了。是，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吵架嘛，你也现在变得更加自我了。真是，已经很少迁就我了，气死我了。sorry， 挺好的，挺好，认识一下。我觉得以前是我一定是 cross boundary too much， 所以说你一直在迁就我。当然，其实在这个一定程度上，你也是纵容了我的一些这个在家里面变成像 dictator 一样的，把你关进权力的笼子。挺好的呀，所以大家相互之间就知道宇宙的中心不是你一个人。对，我想展望这10年应该讲会是变得更加美好，而且有可能是人生，我猜应该是最美好。到50岁，我至少我今天
超过40我来看的话，我觉得到50岁我会嫌自己有点年龄太大了，我能做的事情会不那么多。那不一定，你知道我以前很怕说出这句话，就是 couldn't be any better 这个，因为我总觉得说就是你到巅峰什么盛极必衰嘛。那我现在有这种自信，我觉得说呀，一年那个岁月给到我的这个恩赐的话，我会体验更多，我一定是越过越好的。如果不能越过越好，那我应该调试自己，让自己去接受这一些，然后让自己的这个状态是让自己满意的，越变越好啊。这应该是一种把之前这些能力综合起来的一种 grit， 对吧？就或者说 resilience。我觉得我真是阿 Q 了，我现在已经是完全躺平了，我告诉你，完全躺平了。躺平也是一种能力嘛，我觉得。Surrender Experiment 那本书里面所说的，这不应该讲 grit， 没有那么刚，那么没有那么多挫折，没有那么多挫折，是一种 resilience， 就是一种弹性和复原。对 plastic， 就是你说我们碰到的困难变更小了吗？我们从头开始去一分一分的赚钱，但是我觉得我们对这种环境的忍受，慢慢的恢复啊，支撑我们的这个心态，那要比10年前、比20年前，我相信要强得多。对啊。就像我们在这次创业开张之前，我们经历过另外和别人合作这个模式的 totally a failure， 到最后我是非常伤心的 emotionally， 我是很不能接受突然之间我们就画了一个句号的，但是很快就恢复过来，我觉得这是别人的选择，那我就尊重他 go with the flow。 我大概只花了2秒钟吧。我是很用心的去真的是很用心的去投入这一段友情和可能成为的 business partnership， 但是最后是这样的结局，我是很难受的。对，所以40岁会生出更多智慧啊！你比方说对我来讲，我就不会劝你说，那你以后不要这样这么全情投入。是啊，所以我们就 try out 另外一个。我就会告诉你，那我们就接受它咯，对吧？对，我就不会再告诉你像年轻的时候那样说，哎呀，你就不应该这么全情投入，要先观察人啊，要对，我就觉得就做你就好了。我们不如增强自己的恢复能力。因为这样抑郁的本质就是 always look back， 然后 blame yourself for that， 但是我们应该 look forward。其实前一阵子我们那个给我们寄了很多书的那个观众 Anas， 他有留言，就是说他给了我一个新的词儿叫feed forward， 因为我以前老是说 feedback， 那是对过往的一种评价，对吗？feed forward 应该是你要往前面去看，你要看得更长远。你从过去你吸收的这些经验也好，应该落到未来，你怎么样去 action plan， 对吧？对对，我是学自动化的嘛，自动化里面就有这个术语叫前馈，就是把你的这个反馈啊输入到未来的一个调整节点去，对就可以了啊。所以对人生也有指导意义。我不应该做那种就是老师就那个叫什么祥林嫂，你总是抱怨过去，然后把自己人生过得比黄连还苦，因为你沉溺在过往的苦水之中。我们要做的就是每天换水的这个水栽植物嘛，从水里获得能量，然后从阳光当中获得能量，或者说我们直接栽到土里边，就是土的，然后带着土腥味儿，然后土的掉渣的这个自己吧。你知道我为什么我挖了3个？因为我跟你聊完，我是很文采斐然。我没有，我也被 refresh 到了 ，really， 因为你的讲法对我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补充。就40岁开始就停止反馈而进行前馈嘛，这个那还是感谢我们观众，对，我觉得很有启发，更加好的来辅佐我们的人生行动、人生愿景。所以跟你聊的也挺开心的。快，猪肉铺到了，我要买猪肉，不然明天人家关店了。呀，我觉得还是要跟那个观众说，真的，在我们这个地方，它就猪肉店，它就是礼拜一关门，我必须今天买猪肉。有一个人说，谁告诉你大马周一买不到猪肉？对，他说我们是偷懒，没有去别的地方，然后说我们这个地方他说他在马来西亚从小长大，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这个情况。40岁了嘛，让人去嘛。Yeah，let it go， 但是我要去补猪肉。拜拜。